太好了，男孩特意买了一块大肉，与妹妹分享劳动带来的快乐。在兄妹的欢声笑语中，一块大肉连接了2颗心，温暖了整个家。男孩和小雪兄妹俩决定踏上寻找甘蔗的旅程，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和勇敢的心去收获这份来自大山的礼物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男孩和小雪的大山生活纪录片。清晨的大山深处总是雾气弥漫，这或许就是大山的神秘之处。花朵是那么的美丽，2个孩子踏上了艰难的山路，我们跟随他们兄妹2人，看看今天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。在蜿蜒的大山深处隐藏着一片甘蔗林，山中的甘蔗林越来越难以找到。兄妹俩决定接受这个挑战，他们要去寻找那些最甜最新鲜的甘蔗。男孩作为哥哥总是走在前面，用他坚实的臂膀为妹妹开路。男孩利用柴刀清理掉路上的杂草，让妹妹安全通过。2人停止了脚步，男孩放下背篓，眼前的一片甘蔗就是今天的目的地。甘蔗的绿叶在风中摇曳，仿佛在欢迎他们的到来。男孩小心翼翼地收割着甘蔗，每一根都凝聚了他的汗水和希望。男孩挥舞着柴刀将一根根甘蔗砍断，小雪妹妹也在一旁帮忙，把哥哥砍断的甘蔗拖去空地上。他们相互鼓励，相互支持，共同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挑战。真心佩服这2个孩子，哥哥负责砍甘蔗，妹妹负责拉甘蔗，兄妹俩的齐心协力值得我们称赞。兄妹2人开始忙忙碌碌砍收甘蔗，用勤劳的双手收获着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。他们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有甘蔗的地方。每一根甘蔗都是对他们努力的回报，感受着收获的喜悦。在不断的努力下，2个孩子终于完成了今天的任务。由于甘蔗长度过长，男孩决定把这些甘蔗处理一下，把它们都切断成相同的长度。真是个细心的孩子，对待任何工作总是一丝不苟地专注每一个环节，他的细心和周到让你感到很安心。小雪妹妹在哥哥的身旁也学到了很多，2人将切割好的甘蔗全部放入背篓之中。兄妹俩展现出了惊人的勤劳和勇敢，他们不畏艰险，不惧疲惫。此时的劳作也让2个孩子感到吃力，甘蔗也能用来解渴。男孩把一根甘蔗慢慢去皮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，那是对自己一天辛劳的最好回报。随着日落西山，兄妹俩带着满满的收获踏上归途。他们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坚定和勇敢。勤劳和勇敢是通向成功的桥梁。兄妹俩已经来到了村落，2人一起努力把甘蔗摆放整齐。哥哥找来竹丝，将零散的甘蔗捆扎起来，妹妹也在一旁学习着如何绑扎，这也难不倒小雪，很快她就学会了技巧。哥哥在边上教导着妹妹，他们用心经营着这个小摊，尽管汗水湿透了衣衫，但他们毫不在意。每卖出一根甘蔗，他们心中就多一份喜悦。妹妹用她那灵动的双眼，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位过往的行人，眼中满是对生活的期待和勇敢。路过的人们被他们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，纷纷停下脚步购买甘蔗。很快，小小的摊位被一扫而光。收摊过后了，男孩带着妹妹返回山中小屋。一天的劳作是时候该休息一下了，缓解身体上的疲惫感。回到家后，男孩准备生火做饭，小雪拿着饭锅来到外面做清洗工作，开始忙碌起来。2个孩子做事永远分工明确，兄妹2人团结友爱。男孩拿出一块五花肉，耐心地在砧板上切着。虽然切片的技术并不熟练，但好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晚餐时，兄妹俩围坐在餐桌旁，分享着这顿特别的晚餐。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男孩看着妹妹吃得津津有味，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幸福。这顿大肉晚餐对于兄妹俩来说，不仅仅是一顿简单的饭，更是兄妹情深的象征，表达了对妹妹的关爱。屏幕前的你，是否也有一个关爱你的哥哥呢？
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大雨把兄妹俩的竹屋压塌了，两个可怜的孩子。自然灾害是不可预测的，也考验着兄妹俩的勇气和智慧。兄妹俩将如何面对家园的破碎呢？在风雨中，他们又将如何寻找希望的曙光？今天的大山里湿漉漉的，小雨也一直没有停过。两个孩子趁着雨变小了，他们也该出发了。我们跟随他俩，一起去看看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？在他们眼里，寻找资源就像是上班一样，几乎每天都要外出寻找。他们的生活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。面对艰苦的环境，兄妹俩不屈不挠，每天在大山里寻找可用的资源，以换取生活的必须。而大山中最宝贵的赠礼之一，就是那些挂在树上的香蕉。雨水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男孩和小雪找到了今天的目的地。男孩利用柴刀将枝干砍断，而小雪帮忙扶着香蕉，小心翼翼地采摘着。今天的劳作还是比较轻松，一整串香蕉轻松到手，并没有消耗太大的精力。男孩直接把一整串香蕉放入背篓中，后来一想不对劲，还需要做分割处理，毕竟没有谁愿意买这么多的香蕉带回去。男孩只好将香蕉慢慢处理，切割成一小串。小雪妹妹也在一起帮忙，哥哥负责切，妹妹把香蕉放入背篓。当背篓里装满了香蕉时，兄妹两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两人带着收获赶往村落，此时的雨水慢慢变大，他们也只能尽快赶路。兄妹两人终于来到了村落附近。今天下雨天，附近的村民不是很多，幸好靠近村落，靠近商店，人来人往还是有少许。这些香蕉不仅仅是他们劳动的成果，更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必须。兄妹俩的香蕉摊，人们展示了大山的丰饶，也传递了勤劳与希望的力量。每当看到顾客满意的笑容，兄妹俩的心中便充满了温暖。他们知道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，这份甜蜜不仅滋养了他人，也滋润了自己的心田。兄妹两人赶紧回家，天气也不好，还是早点回去较好。此时的天空突降狂风暴雨，狂风暴雨席卷了整个大山，天空瞬间变得灰暗，风如猛兽般嘶吼，将大山的树木吹得东倒西歪。狂风暴雨中，雨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树枝都被折断了，他们也只能找地方躲雨。在风雨过后，两个孩子回到了小屋，狂风卷着暴雨将竹屋压塌，留下了一片狼藉。兄妹两人简直不敢相信，他们的眼中没有泪水，只有坚定和希望。兄妹两人赶紧准备收拾，只要兄妹同心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竹屋的倒塌虽然带来了一些损失，但激励着孩子们面对困难时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。男孩和小雪的竹屋是父亲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，它见证了他们的欢笑和泪水，承载了家庭的温暖和记忆。然而这次的暴雨却未能抵御住自然的威力，两个孩子开始忙忙碌碌，一刻也没有停歇，只有等全部收拾完后才能重建家园。灾难发生后，兄妹俩没有沉溺于绝望，他们互相扶持，面对灾难，兄妹俩展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坚韧。经历了一阵劳作之后，兄妹俩决定将干枯的材料焚烧掉。生活就像一场暴风雨，随时都可能袭来困难。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困难与挫折，希望两个孩子要顶住，相信一切会好的。不管多大的困难，总会找到通往成功的路。清晨，孩子们早早地起床了，兄妹两人各自拿着工具开始劳作。兄妹俩一直住在一间简陋的竹屋里，虽然简陋，但这里是他们的家，是他们的避风港。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打破了这份平静，最终竹屋还是没能抵挡住风雨的侵袭，但他们没有哭泣，没有抱怨，因为他们知道生活还是要继续。两个孩子辛勤地努力着，男孩将山头侧面重新翻新一下，小雪也在侧面山头一起帮忙。他把挖掘的泥土放入编织袋上，随后再搬运至角落边上，
兄妹俩开始了艰难的重建之旅。这工作比起每天上山寻找资源难度大了许多。虽然一切都变得那么艰难，但他们心中的希望却从未熄灭。哥哥坚毅的眼神中透露出决心，他告诉妹妹，我们一定能重新拥有一个美好的新家。别看他俩才10多岁，吃苦耐劳那是没得说。大山里的孩子不畏艰难险阻，这份坚韧和毅力的精神让人钦佩，展现出无畏的勇气和拼搏精神。当别人家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为了让妹妹省去搬运泥土的力气，哥哥决定把多余的泥土填在平地上。兄妹俩身上满是泥泞，依然保持着乐观和坚强，他们相互扶持，共同面对灾难。真心佩服这2个孩子，共同努力，共同克服。一阵劳作辛苦过后，他们来到边上稍作休息。妹妹给哥哥递来了碗，两人喝些谁解渴。今天也不打算去寻找资源了，哥哥对妹妹说，我们要加油努力。两人带着柴刀往山林走去，2个孩子确实不容易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土地铺设平整了。这才只是刚刚开始，兄妹俩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山林，仔细挑选着坚固的竹子。搭建竹屋的竹子肯定是要挑选最坚固的，这些竹子一定要足够坚固，才能抵御未来的风雨。妹妹则想象着新家园的模样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妹妹也在心里默默地鼓励着哥哥。搭建竹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此时的孩子已经饥肠辘辘。小雪妹妹准备生火做饭，哥哥搭建了生火炉灶，已经开始点燃柴火，妹妹在边上做着淘米工作。山区的孩子，他们的生活总是充满着艰辛和不易，每天都要想方设法帮助家里解决各种问题，从早到晚忙个不停，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命运。幸好菜园没有受到遭殃，男孩在清洗着蔬菜，今天的午餐只能简简单单凑合下。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，生活都不易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和未来奋斗。愿你们心怀梦想，迎接美好的未来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。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就一定能够重建一个更加坚固、更加温馨的家园。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大山里，兄妹2人是如何运用双手和智慧，将新的竹屋搭建完成呢？男孩怀揣着对家园的热爱，决心重建那座曾经温暖的竹屋，而妹妹也体会到哥哥的辛苦，独自上山采摘玉米，用微薄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家庭。清晨一早，男孩早早地起床了，他拿着小锯刀切割起竹子，这些竹子是昨天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天打算在家重建新家园。搭建整间竹屋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，之前的竹屋也都是与父亲一起搭建的，在父亲的帮助下，终于完成了一整间竹屋，希望男孩能顺利完成新家园的建造，同样也希望2个孩子能拥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家。镜头中的小雪已经独自上山了，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，她不得不外出采摘一些可用资源来补贴家用。今天是她第一次独自上山劳作，平日都是跟随哥哥一同前往大山。小雪是个懂事的女孩，她小心翼翼地挑选着最饱满的玉米，她的动作温柔而专注，每一根玉米都承载着她的辛勤和汗水。她学会了如何辨别成熟的玉米，轻轻地扭动，然后用力一掰，玉米便脱离了秸秆。小小的身影在玉米地里穿梭，熟练地掰下一个个饱满的玉米。采摘结束后，他带着这些玉米来到村落附近，随着时间的等待，终于迎来了顾客的到来。他热情地招呼着过往的路人，努力地推销着饱满的玉米，为家里增加一份收入，同时减轻哥哥的负担。他知道哥哥付出了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。与此同时，这边的男孩也在辛苦劳作中，他在地里挖掘出搭建竹屋的土坑，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，土坑的深度会直接影响到竹屋的整体结构。
稍有失误会面临着再次倒塌。当土坑全部准备好后，男孩将粗壮的竹子放入里面，随后在土坑里埋上泥土，使其更加稳固和安全。男孩对重建竹屋充满了信心。男孩将一根根木头固定在竹子上方，这起来了一个横梁支撑的作用。经过一阵绑扎过后，简单的框架机构已经出来了。非常佩服男孩的智慧和勇气。材料基本用完，接下来需要再次挑选一些竹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男孩仔细地挑选着坚固而笔直的竹子，每一根都承载着他的期望。首先，他把所有竹子的前段切割掉，然后拿着竹条测量需要的长度尺寸，真是个聪明的孩子。紧接着开始按照竹条的长度将所有竹子再次切割，每一根竹子都需要耐心处理。随后再把竹子的前段制作成一个个小孔，这是为了稳固在整体框架上。毕竟竹条捆绑没有这样坚固，这也算是一种工艺制作的方法。当小雪妹妹摆摊结束后，她来到了一家小商店，购买了一些生活用品。家里的生活物资正在短缺中，她匆匆赶了回山中小屋。她的回来让哥哥感到无比的高兴，妹妹终于能一个人独自做事了。兄妹两人便一起投入到竹屋的建造中。妹妹帮着哥哥递竹子、拿工具，哥哥则专注地进行着更细致的工作。他们相互配合，默契十足。男孩将竹子放入小孔之中，这样搭建更加牢固安全。每一根竹子的位置都经过精心设计，以确保竹屋的稳固。他的手法娴熟而灵巧，得到了他父亲的真传。这些细致而繁琐的搭建工作确实不容易，搭建竹屋的过程并不容易，但男孩充满了耐心和毅力。他先搭建了竹屋的框架，两人忙得不亦乐乎，虽然汗水湿透了衣衫，但脸上始终洋溢着对新生活的期待。两人一同上了屋顶，稳稳地在上面工作，这可需要一定的胆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兄妹俩不仅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，还更加珍惜彼此的陪伴和支持。他们相信，只要齐心协力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随着框架的逐渐成型，兄妹两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这些工作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。在这里，哥哥和妹妹共同享受着劳动的喜悦和家的温馨。他们的努力和坚持让这个小屋充满了勤劳与爱心的气息。哥哥由于过度劳累，不幸生病了，需要在家休息。看着哥哥虚弱的样子，妹妹的心中满是担忧和心疼。家里的生活还得继续，为了能让哥哥尽快好起来，也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，妹妹决定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。眼见哥哥生病，小雪的心里非常不好受。她带上柴刀和背篓，准备一个人独自前往大山。平时都是由哥哥带头一起进山，今天她只能独自外出劳作了。主要还是为了哥哥的病情，家里的经济情况本就拮据，如今哥哥又生病了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充满挑战。小雪一步步向着山林间走去，山间的小路崎岖不平，但妹妹的脚步却格外坚定。她跨过潺潺的溪流，穿过茂密的树林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。山上有一片芭蕉林，山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，一串串饱满的芭蕉挂在树上，仿佛在向妹妹招手。采摘芭蕉可不容易，挂在高高的枝干上。小雪找来一根竹竿，经过一番努力，妹妹终于将芭蕉树倒下。她学着哥哥的样子，把整串芭蕉慢慢分离，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篓中。小雪采摘到了满满一篮子的芭蕉，她看着这些金黄的果实，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。这些芭蕉将为家里带来一些收入，她顾不上休息。采摘完毕后，妹妹背起沉重的竹篓，开始了下山的旅程。为了给哥哥买药治病，她需要快速赶往集市摆摊。带着芭蕉来到了集市，集市上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妹妹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把芭蕉摆放好。新鲜的芭蕉很快就吸引了不少顾客的注意，顾客们纷纷围拢过来，
挑选着芭蕉，还不时地给顾客们一些优惠。她的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，让每一个顾客都感受到了她的真诚和热情。他们惊讶于这个小女孩的勤劳和独立。妹妹用甜美的微笑迎接每一位顾客，她的热情和真诚赢得了大家的喜爱。芭蕉摆摊结束后，妹妹数着手中微薄的收入，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这些钱虽然不多，但足够给哥哥买些药了。于是她快步走到店里，挑选了几种治疗哥哥病症的药物。没想到小雪非常懂事，走进店内的时候竟然脱去了脏污的鞋子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日落时分，妹妹带着空篮子和满满的收获回到了家。她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今天的收获告诉哥哥，让哥哥也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。返回山中小屋的途中，妹妹路过芭蕉林，聪明的小雪居然还剩了一串芭蕉在这。收拾好后便赶往回家的路途。回到家后，看到哥哥还未起床，小雪来到床上，用手感受下哥哥的额头温度。此时的妹妹告诉哥哥，她今天去集市购买了一下药，希望能让哥哥尽快好起来。虽然脸色比之前好了一些，但还是需要好好休息。勤劳的妹妹回家后一刻也没有休息，洗锅刷碗，准备制作晚餐，淘米煮饭。在哥哥的影响下，妹妹的勤劳也随哥哥，也不知哥哥什么时候能好。小雪只能独自撑起整个家，妹妹要好好照顾哥哥，毕竟哥哥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主屋的建造还需要哥哥来处理。虽然日子艰苦，但哥哥用他的双手撑起了整个家。哥哥的努力让这个家充满了希望和温暖。妹妹也挺不容易的，9岁的她家务事样样精通。小雪从菜田里采摘了一些蔬菜，菜园也能为孩子们省去一笔额外的支出。紧接着妹妹拿出仅剩的大肉，这是家里最好的食材了，好让哥哥补充一下营养。小雪用她的行动证明了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，只要心中有爱有信念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。她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，也在困境中展现了无比的坚韧和勇气。这就是山区里的孩子，这些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，一个普通却又不平凡的小女孩。小雪和哥哥围坐在一起，吃着简单的晚餐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最爱的哥哥，为了他们共同得家。哥哥对小雪妹妹说，你长大了，哥哥为你骄傲。兄妹俩相互扶持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战胜一切。祝哥哥早日康复，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